哎，到店呀，你办告啊，是不是要先喝3杯？哎呀，3杯要啉到什么时阵？来，我啉几罐。如果说海爷是角头系列里的南霸天，那现在出场的霸董就是北部气场最顶的大佬。作为北部南坑的掌舵人，霸董绝对是第一梯队狠人。这部角头浪流连的故事发生在角头6年前，当时正是台湾黑道从街头火拼转向资本博弈的十字路口。老一辈角头还端着情义与规矩的体面，新一代年轻人早就磨好了刀，打算靠金钱和权势把整个江湖重新洗牌。而整个系列中转型最成功的老狐狸就是这位南坑霸董了。不因为别的，核心密码就是他有个从政的好女儿10亿元。这天是北管2人女儿办满月酒的日子，连接红桌戏台拉满，排场整得相当到位。北管贵董、北城哈达这些有头有脸的大佬全来捧场，但全场最拉风的还得是霸董，一身米白西装，身后跟着1元女儿10亿元，还有上门女婿世界哥。北管全员弯腰迎接，而这位世界哥江湖人称驸马爷，也就是黑道版赘婿，底层出身，没学历没背景，全靠娶了霸董女儿当上门女婿。这样的身份让老派黑道的人根本瞧不上他，走到哪都被明朝暗讽是吃软饭的。但恰恰是这份瞧不起，养出了世界哥最大的心魔身份，是他往上爬的跳板，也是他刻在骨子里的自卑来源。靠岳父老婆换来的面子全是空中楼阁，别人越轻视他，他心里的野心就越疯长。他拼了命想证明自己不是附属品，最后却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。期间大佬们正推杯换盏寒暄，世界哥突然毫无征兆的开麦。我讲话比较直，这一次的开发案是一起合作没错啦，不过我们南坑跟他没什么理顺哦。此话一出口，主桌瞬间安静的能听见针掉地上。其实霸董来喝满月酒根本不是冲人情，是从几十亿的豆根开发案，南坑分的利润不满意，但霸董精得很，让女婿冲出去撕逼，自己躲在幕后装老好人。这不是经典红白脸战术，老大佬立人设保名声，晚辈当恶人提速，赌球赢了血赚，输了不亏。这不霸董站在大气层，眼看着贵董和哈达敷衍的态度，霸董急忙打圆场。那用这款的口气跟两位大讲，你之前咱就大家讲好。你看两位大要安怎做，咱就安怎配合，意见遐尔多。这场对话里，世界哥全程充当没脑子的冲锋枪，最终无理取闹的锅全是自己背。世界哥心里门清，在这帮人眼里，他永远是外人，就算娶了10亿元，也永远融不进这个圈子。而这场满月酒是造成后面所有的腥风血雨的起点，也是影响全局的第一颗雷。而第二颗雷就是阿庆和小七的浪子遇甜妹的爱情线。小七临时替生病的同事来排满宴，结果迟到了一会儿，直接被暴脾气的阿庆怼了一顿。我刚刚才为什么迟到？我要去工作。换普通小姑娘早被黑道大哥吓哭了，可小七根本不吃这套，反手就把补光设备塞阿庆怀里，直接阿庆当起了临时苦力。举高一点，扣，对，我们专业往下压，扣下来，对，打人，我摘掉该交细细。这个助理 OK 啊！阿庆这辈子混黑道，身边人要么怕他，要么敬他，从来没人敢把他当工具人使唤。小七根本不管他是什么黑道身份，只把他当一个配合工作的普通人。这种不带任何功利的平等感，直接戳中了阿庆心里最软的地方。他天天打打杀杀装狠，其实骨子里最向往这种干净正常的生活。结果乐极生悲，宴会快散场时，阿庆跟中宝打闹推搡，结果不小心碰掉了小七的相机，镜头摔得稀碎。阿庆自知理亏，赶紧说赔个新的，可他哪知道这镜头早就停产了，是有钱都买不到的绝版货。小七抱着碎镜头失落的走了，两人缘分的种子也悄悄发了芽。第二天，阿庆找上门赔镜头，无意间看见相机里北关老街的照片，以为小七偷拍他的兄弟，又立刻怼了起来。干嘛乱翻东西啊？我朋友啊。是你朋友？你干嘛？现实了不起哦，你可以这样乱拍照吗？你在凶什么？我又不是拍你。那个地方要拆了，我只想记录下来。这时候的阿晴自己都没发觉，他这些笨拙又凶巴巴的行为，本质上就是找借口跟人家姑娘多接触，嘴越硬心越慌。嘴上说的赔镜头兴师问罪，脚步很诚实的往人工作室跑，那点小心思全藏在一句句的争执里了。没过几天，两人又撞上了。小齐去北管地盘拍外景，几个流里流气的小混混冲过来收保护费，阿晴二话不说直接出手，转头就把这些混混全收拾了，还大方邀请他去拍北管工程的破土典礼。两个活在不同世界的人就这样悄悄靠在了一起，一个在阴沟里摸爬滚打，见惯了打打杀杀，一个在阳光下进入烟火，眼里全是人间日常。双向吸引的本质其实都是在对方身上找自己缺失的那部分人生，但这条感情线可不是什么甜宠剧本，它反映的是江湖人对正常生活的一场奢望，越是美好，碎的时候就越疼。等到拓土典礼这天，角头大佬官员工程方全到齐了，本该是和气生财的场面，结果世界哥又出来搞事情了。3辆豪车齐刷刷开过来，10亿元和世界哥夫妻俩踩着点到了东道主，人哥赶紧上前迎接，主动把 C 位让出来。卖底下讲好听呀，
钱都给你们赚去了，我们站在中间也是刚刚好。这话听着就夹枪带棒，直接当众把利益分配不满摆到了台面上。好处钱你们拿了，我们就落个虚名，谁乐意？眼看场面就要僵住，10亿元笑着就把话接了过去。我老公啊，国中都没毕业，他是想要说个笑话。仁哥，麦盖一盖搞。这波看似是满级控场，实则是笑里藏刀。表面上贬老公不懂事，给所有人台阶下，实则暗戳戳宣示主权。他说话不算数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既保住了场面，又立了自己的威信。这政治手腕比他爹玩江湖还溜，可世界哥却破防了。对。我国都没毕业，因为这句话对他来说相当于当众处刑。夫妻之间最怕的就是这个，你以为是帮他解围，他觉得你是嫌他丢人，立场不同，感受天差地别。但你往深了想，真正扎心的根本不是这句话本身，是在场所有人都默认了他上不了台面这件事。10亿元的打圆场，本质上是顺着所有人的偏见往下说，等于亲手把他最后一点追碾丝的粉碎，这也成了世界哥彻底导向歪路的导火索。说到底，浪流连这3个字其实就是整部片的注脚。人在江湖，就像浪里漂流，身不由己，有人为权疯魔，有人为情困顿，有人拼了命想爬上岸，有人到最后都没看清自己挣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得。而后面所有的血雨腥风，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注定的伏笔。